同学们，前面我们学习了脂肪的分解代谢、甘油的分解及脂肪酸的贝塔氧化、肝脏中的酮体代谢。下面我们继续学习油料作物种子中乙醛酸循环。乙醛酸循环存在于一定生长阶段的高等植物，如萌发的油料种子、某些无脊椎动物和以乙酸作为唯一碳源的微生物中。脂肪酸降解的主要产物乙酰辅酶 A 或乙酸，可通过乙醛酸循环将2分子乙酰辅酶 A 合成1分子琥珀酸，再经过糖异生转变为糖类物质。下面我们学习一下乙醛酸循环的整体反应过程，如图。在该循环中，乙酰辅酶 A 首先经柠檬酸合酶和顺乌头酸酶催化生成异柠檬酸，然后在异柠檬酸裂解酶催化下，异柠檬酸裂解成乙醛酸和琥珀酸。接着，乙醛酸和另一分子乙酰辅酶 A 在苹果酸合酶催化下生成苹果酸。最后，苹果酸经苹果酸脱氢酶催化，重新生成草酰乙酸。整个过程构成一个循环反应，我们称之为乙醛酸循环。乙醛酸循环可以看成是三羧酸循环的一个支路，它在异柠檬酸处分支，绕过三羧酸循环的2步脱羧反应，因而不发生氧化降解。参与乙醛酸循环的酶，除了异柠檬酸裂解酶、苹果酸合酶取代异柠檬酸脱氢酶和阿尔法同位二酸脱氢酶系之外，其余的酶都与三羧酸循环的酶相同。异柠檬酸裂解酶和苹果酸合酶是乙醛酸循环的关键酶。动物及高等植物的营养器官类不存在乙醛酸循环，它只存在一些细菌、藻类和油料植物种子的乙醛酸体中。油料植物的种子中主要的贮藏物质是脂肪，在种子萌发时，乙醛酸体大量出现。由于油料植物的种子含有脂肪分解和乙醛酸循环的整套酶系，因此可以将脂肪分解，并将分解产物乙酰辅酶 A 转变为琥珀酸。琥珀酸可以异生成糖，并以蔗糖的形式供给种苗其他组织生长所需要的能源和碳源。当油料植物种子萌发后，种子类的储藏脂肪消耗干净，叶片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时，植物的能源和碳源可以由光合作用获得，种子类乙醛酸体的数量迅速下降至完全消失。在油料作物种子萌发阶段，脂肪转变为糖的过程中，乙醛酸循环起着关键的作用，它是连接糖代谢和脂代谢的枢纽。图中是油料作物种子萌发时脂肪酸的分解代谢过程。研究表明，植物线粒体类脂肪酸贝塔氧化能力很低，因此油脂用作能源时的代谢途径用虚线表示。实线是脂肪酸转变为糖时的代谢途径，这一条途径需要先由乙醛酸循环将乙酰辅酶 A 转变为琥珀酸，再在线粒体中通过三羧酸循环的部分反应转化为苹果酸，然后进入细胞质，沿糖异生途径转变为糖类物质。当然，乙醛酸循环中也有苹果酸中间体，它也可以转移到细胞质中参与糖异生途径，但它需要及时回补，以保证循环的正常进行。回补的苹果酸仍由三羧酸循环的产物琥珀酸在线粒体中转变而来。可以看出，在油脂转变为糖的过程中，乙醛酸循环起着关键的作用，它是连接糖代谢和脂代谢的枢纽。